凯特，我终于知道老陈是怎么瘦的，他居然是用最激烈的204断食法，有时候一天甚至只吃一餐，难怪瘦那么快。哇，还真挺激烈的，这样如果胃口没变大，很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新陈代谢降低哦。所以我马上跟他讲了很多提高新陈代谢的节招，除了你说过的那几点，什么多吃蛋白质啦，暂停断食，多做重训、有氧运动以外，我还跟他讲了，我最近在脸书看到一位营养师提到，每提高1度人体温度就可以提高新陈代谢 13%， 像运动、泡澡、上温暖都可以提高体温。营养师的说法应该是根据1921年刊登在美国医学杂志上一篇关于发烧和基础代谢的研究结论。不过冷刺激也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哦。专攻减重的邱正宏医师就提到，许多研究显示，冷刺激比如降低室内温度、游泳、喝冰水都可以提高新陈代谢。将来有机会我们会再做这方面的影片详细说明。另外像睡眠、喝水也有助于提升新陈代谢，你记得要跟老陈讲哦。好啊，我晚点再赖给他。只是凯特，我很好奇的是，你不是说168断食法会设在断食16个小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如果断食超过16小时会提高胆结石风险，那为何又会设计出断食20小时的间歇式饮食呢？204断食法是一位曾经从事军职的以色列人奥里霍夫梅克勒所开发出来的。在阁楼杂志担任健康编辑的他，200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战士饮食》。什么？他是 Penthouse 的编辑？那我可不可以对他的理论打一点折扣？哎呀，他负责的是健康部分嘛，虽然人家拿的是人文科学学位，但是因为健康编辑嘛，想必对健康相关的文献研究也相当广博而深入啊。是哦，那什么是战士饮食呢？一般人只是想减肥，可没想当战士吧？战士会不会太痛苦啦？沃夫梅克勒在出版这本书前，曾经接受美国一个健身社群 T 国度的访问，畅谈他的战士饮食。他说，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在白天基于一整天的战斗或逃跑的生物本能是非常忙碌的，是大脑高速运转、肾上腺高涨的时期。人们必须为了生存找寻食物、狩猎，以确保晚上的休息时间可以饱餐一顿。沃夫梅克勒会提出这样的饮食概念，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古老人类生活的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以色列军旅生涯、海豹突击队的训练经验，认为人在白天要保持警戒，只需要早午餐少量摄食，以维持身心的专注度。而所谓白天能吃的食物总热量大概就是你体重所需热量的10%到15%。比如你可以到卫福部摄取热量计算机的网站，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和活动量的高低，得出自己一天可以吃多少热量。像威廉，你的体重算出来的热量大概就是2040大卡，你白天所能吃的食物就不能多于204到306大卡，相当于是4个鸡蛋、240cc 的鲜奶不到3杯、3-4片 cheese， 还有其他适量的蔬菜和早午餐各一份水果。这些少量的进食只能让你垫胃，不会让你觉得饥饿难耐，等到晚上休息的时候再好好大量进食，放松自己，并可以自由自在的吃。另外要强调的是，战士饮食的水果都是放在白天吃，这应该是要让你在少食的时间补充足够的植化素。所以你刚问胆结石的问题，204断食法如果依据开发者的概念而言，并不是20小时完全断食，而是可以吃少量的蛋白质食物，像蛋类和乳制品都含有脂肪，所以完全不用怕胆囊不受刺激，导致胆汁浓度太高，凝集成胆结石。你是说老陈错了吗？他说他常常一天只吃一餐，而禁食期间更是一点东西都不敢碰。刚开始半年效果奇佳，所有的三高症状都不药而愈，但自从遇到我之后，体重就开始缓慢增加。虽然他还是坚持一天只有那4小时敢吃东西，饭菜量也都把关得好好的，不敢像刚开始那样大吃大喝，但怎么样都还是无法克制体重的缓增。他最后还怪我说是我吸走了他的好运，所以就是他的新陈代谢已经降到一个程度才会这样。霍夫梅克勒在战士饮食中提到怎么应付减肥停滞期，就是回到战士饮食的第1周排毒周。他的饮食有许多追随者，应该也有一定的效果吧，老陈也可以试看看啊。排毒期就是许多号称健康人士最爱讲的2个字，排毒。
他讲的这个毒又是排什么毒呢？它指的应该是脂肪所储存的毒素。以往我们会认为脂肪就是一个能量储存库，但目前研究结论已经指出，脂肪还会储存一些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 POP。当人体不小心吸收了有机污染物，人体就会将污染物储存在脂肪中，防止污染物在血液中流窜，伤害器官。除了韩国庆熙大学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以外，2018年挪威生命科学大学研究团队也在研究后指出，减肥之后有些有机毒物会释放到人体的血液当中，在做完手术之后，体重维持低档的1年，血液中的污染物浓度还是增加了83%，甚至还有些研究怀疑这些有机污染物也是造成肥胖的潜在因素。等到收集更多的确切证据之后，我们会做相关的影片说明。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提到，减肥得到的好处远大于减肥后所导致血中 POP 浓度增加的伤害。而我在多次搜寻之后，目前还没找到对减肥后POP 浓度增加提出的减肥对策研究。但霍夫梅克勒却在书中指出，人体为了防止这样的毒素释放到血液当中，促成结石会导致脂肪更难以消除，是导致顽固脂肪不能够减去的原因之一。所以他建议的菜单在第1周的20小时中，就利用进食和白天的饮食不足，还有蔬果植化素的抗氧化剂来消除体内的毒素。他认为减少人类因为饮食所耗费的能量，可以让身体更有能力去清除自身的毒素。另外他说，为了排毒，他在第1周里不建议吃肉类蛋白，所以第1周的排毒周，晚上几乎可以吃所有的食物，包括碳水化合物，但会推荐高纤的糙米、藜麦、燕麦、全麦这些淀粉类，还有包含各种豆类，但不包括除了乳制品和蛋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性蛋白质，像鸡肉、鱼肉、牛肉、猪肉这些。最重要的是要戒掉所有的糖，包括糖饮料和一切甜味剂。最后他还强调，你可以吃到饱，但必须在吃完一份食物后休息20分钟。如果还会饿就继续吃，如果不饿就不要吃。他说这是为了让饱足的信号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传递到大脑。因为老陈如果要彻底实践战士饮食，也就是204，可能就要恢复这1周的排毒饮食，看看有没有办法提高新陈代谢。虽然我比较倾向科学研究的阶梯式减肥法，但战士饮食既然有追随者，想必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吧。而且霍夫梅克勒本人也真的是挺瘦的呢。这是排毒周，那排毒周以后呢，要怎么吃？第2周是减脂周，他建议摄取坚果，以提高人体最大程度利用脂肪作为燃料能源，从而激活将脂肪储存细胞转化成为脂肪燃烧细胞的基因。我们都知道，坚果是单元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及植物固醇的来源，可以降低胆固醇，是优质脂肪。但是关于如何提高优质脂肪的摄取量，从而透过脂肪细胞所分泌的瘦素，激活将脂肪储存细胞转化成为脂肪燃烧细胞的基因，霍夫梅克勒并没有做细节说明，但我猜他这里应该是指将主要任务为能量储存的白色细胞褐化成为能够燃烧产能的米色脂肪细胞。但是不是能够透过一把腰果就能够提高瘦素增进白色脂肪的褐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目前看到比较多的研究结论还是指运动和天气的刺激能够促进脂肪褐化，所以战士饮食也强调每个人都要找自我锻炼的运动方式。白色脂肪细胞褐化这部分的内容非常复杂，我们以后再做影片说明。但进食或是低糖高脂的生酮饮食都有助于燃烧脂肪产生酮体，这是比较明确的定论。但我想战士饮食在白天只吃一点水果和强调锻炼的生活内容来讲，应该是可以达到糖类能源耗尽而启动脂肪无氧燃烧的状态，只是效果如何就要看实践者个别的状况。关于人体生酮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在生酮饮食还有168进食这2部影片都有提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所以减脂周这礼拜的食物内容，除了白天的少食2餐，跟第1周一样，晚上还可以多吃1把坚果和113克到170克左右的动物性蛋白。但这个礼拜霍夫梅克勒拿掉了晚上的淀粉和下午的水果，显然想降低糖类的摄取，以提高燃脂。在吃完一份食物后，霍夫梅克勒强调依旧要休息20分钟，如果还会饿就吃坚果，各种品类的坚果都可以轮着吃，肉类蛋白也建议轮着吃比较好。哇，这个战士饮食好复杂哦，根本就不是晚餐就可以随便大吃大喝。我看老陈应该是误会204的意思了，没想到这饮食还有这么多细节。应该不止老陈误解吧，大部分的人都简化了战士饮食，或者是说204是断食版的战士饮食。
将节食的白天进化成断食的20小时，再把饱足的一餐扩充为4小时的进食窗口。所以如果要我严格定义，我并不会将战士饮食等同于204，因为他们的精神似乎是有所不同。那之后又要怎么吃呢？难道都不能吃淀粉了吗？而且肉类比高蛋白饮食少好多哦，这根本是变相节食嘛！一天才吃这么点营养，够吗？我还以为到晚上就真的可以吃到饱呢。是无限制吃啊，他叫你吃完一份就暂停20分钟，并没有规定你吃完就不能再吃啊，只是如果觉得饱了就无需再吃而已。而且啊，接下来第3阶段还可以吃更多哦。这一阶段是结束减脂期，你不能再吃坚果，利用1-2天的高碳、1-2天的高蛋白交替吃富足的食物，让自己不会觉得食物被剥夺。白天2天还是吃跟之前一样，轮替高蛋白与高碳水的晚餐，则是分别在高碳水的那2天吃跟前面一样113到170克左右的动物性蛋白质，而高碳水化合物则可以选择高纤谷物和马铃薯、玉米、番薯、面包、白饭这些淀粉类食物，每次只可以选一种主食为主，其他的少量搭配。吃完一份食物之后，跟之前一样休息20分钟，如果还饿，就再继续吃淀粉类食物。等到高蛋白那2个晚上，则可以吃到226克到453克肉类蛋白质。而这2天不能吃淀粉类食物，但晚上可以选择水果当甜点。同样的，吃完一份食物，如果还觉得饿，可以继续选择肉类蛋白质的食物。然后呢，就这样持续2天高蛋白，2天高碳，继续下去吗？不是，你可以依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随意组合，看是几天排毒、几天减脂、几天高碳和高蛋白轮流。如果像老陈这种复胖或者是减重停滞期，就是回去执行几天的排毒。而要补充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3阶段的晚餐，霍夫梅克勒都强调必须先吃沙拉，再吃真的10字花科蔬菜，之后再吃其他的主要食材。哇，我只能说这战士饮食还蛮有创意的，只是效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感觉它这个真的比较像节食，不像断食。所以有关一个禁食20小时和18小时减肥效果都没有差别的研究，我就不在这里提咯。等等，既然和18小时无差，和16小时应该也没差多少吧？我还是赶快去说服老陈，跟我们一样实行168就好，免得减肥起来那么痛苦，身体要用代工来抗议我们剥夺它的能源。李文宪的连结可不可以先给我？那有什么问题嘞？赶快去跟他说吧。